今年的旅行从5月份到11月份，经历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跨度，行程呢大约是13000多公里。由于年初有些事情耽误了，出发旅行的时间推迟了将近3个月，进入了5月份才出发。今年的旅行重点是加拿大东部海洋4省中相连的3个省份，继续完成去年没有完成的旅行。在去海洋省份的途中，沿途的景色与小镇同样是不能错过的。今年的旅行主要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就是从萨省出发到魁北克省，第二个阶段就是海洋3省，第三个阶段就是魁北克省的加斯佩半岛，第4个阶段就是今年旅行的尾声，安省的西南部伦敦温莎一带。第一阶段从萨省到魁北克省，由于这段路走了很多次，但依然有遗漏的地方。这段行程将近4000公里，有草原风貌、丘陵地貌、湖泊、城市、小镇、村庄，自然风光各具特色。草原的宽阔让人心胸开阔，湖泊的美景让人陶醉，而人文更喜欢魁北克。400年的人文历史更是傲视安省和加拿大西部省份。第二阶段，海洋4省中的3省 Nova Scotia、New Brunswick、PEI 是加拿大历史的浓缩，行程呢将近6000公里。加拿大这块土地上虽然有人类居住了上万年，但他们是随气候而迁徙，加上没有文字的记载，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多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500年左右。海洋3省是阿卡迪亚人的诞生地，也是加拿大联邦的诞生地。阿卡迪亚人的悲情历史从 Nova Scotia 诞生一直贯穿至今。谈论加拿大的历史，就不能绕过阿卡迪亚人的悲情。加拿大从1867年脱离英国成立联邦，不过就157年的时间，但它的诞生地也是在海洋省份中的 PEI。在海洋省份的旅行，海滩、灯塔、峭壁和自然美景是不能错过的。美食是旅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一个人在餐厅吃自然会感到有些不自在，就没有动力去探索美食，留给喜欢美食的朋友自己去探店。第3个阶段就是在魁北克的加斯佩半岛，行程呢将近1300公里左右。由于海洋3省的景色的衬托，加斯佩半岛的景色除了 Percy 岩石之外并没有什么亮点。不过由于人口相对较多，加斯佩半岛就多了些海边渔村的烟火气息。第4个阶段就是安省的西南部伦敦温莎一带，这是我今年旅行的尾声，行程呢大约900公里左右。这一带旅行，世界奇观的大瀑布以及酒庄、运河的航运，加拿大领土的最南端 South Tip 是不能错过的。在这7个月的时间跨度，13000多公里的旅行中，有惊喜也有遗憾，但更多的是享受其中的过程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